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全球瞩目的议题，那些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巨型工程项目。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在国际上被尊称为基建狂魔，这并非轻视，而是对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令人瞩目的成就的赞誉。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一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工程师们仿佛是建设领域的超级英雄，他们致力于创造能够满足国家不断增长人口需求的宏伟工程。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深入剖析中国巨型工程项目背后的故事。在本视频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订阅并开启通知，以确保您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精彩内容的更新。我们非常重视您的想法，并期待您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您对中国这些卓越工程成就的看法。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语所言，要致富先修路。的确，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关键保障。只有当人和物流能够顺畅流动，繁荣才有可能到来。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驱动着历史车轮飞速旋转，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今天的中国在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同时，正在展现强大高超的工程能力，成为世界所公认的工程大国。一系列震撼世界的超级工程向国际社会展现着中国的强大国力和勃勃生机。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这些超级工程以规模宏大、技术复杂、投入巨大、影响深远为特征，集中出现在交通运输、建筑、水利、能源和军事等领域。短短10年的时间，中国就建成并运营了 4.5 万公里高铁线路，而日本和欧洲建设高速网络所花的时间几乎是中国的3倍，而且规模也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中国的高铁线路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在技术上更是从引进到引领，率先定义了高铁的 4.0 时代。三峡工程是世界最大、最复杂的水利枢纽，南水北调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而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更被誉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在这些超级工程之中，有一项正在挑战人类工程的极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导陆联络工程正在孕育而生。你即将看到的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导陆联络工程，而你眼前的这座西后门大桥就是此项工程中的一部分。它以1650米的超大跨度，在2座岛屿之间一跨而过。这座大桥曾雄霸中国桥梁跨度榜首整整10年之久。加上金塘大桥、桃夭门大桥、响礁门大桥以及岑港大桥，这一系列大桥以近50公里的总长度，让隔绝了数千年的大陆和孤岛连成了一体。9年后，超过8公里的鱼山大桥连接起鱼山岛和岱山岛；12年后，超过25公里的周岱大桥又将岱山岛和舟山本岛相连，再加上以32.5公里连接上海和小洋山岛的东海大桥，以及正在修建的6横公路大桥，一条条高速公路在海面上架起了新的陆地。你看到的将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大连接。在这场连接下，中国拥有了世界上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拥有了世界上第2个离岛型绿色石化基地，也拥有了自己的第1大渔场。在跨海大桥之后，中国人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具挑战性的方向——海底隧道。这里你将看到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金塘海底隧道，它全长16.18公里，其中海底盾构段长11.21公里。隧道断面直径高达14.5米，相当于一栋5层楼的高度，能够同时容纳双向高铁轨道。施工使用了直径接近15米的巨型盾构机定海号，它的刀盘像巨兽的利齿，能够切开岩石与土层交错的复杂地质。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精准指引下，它与另一台永州号盾构机相向绝近，最终在黑暗的海底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那么，为什么金塘海底隧道能被称为世界第一？关键在于它是高铁隧道。隧道的设计时速高达250公里每小时，远超英吉利海峡隧道和日本青函隧道。因此，在高铁范畴内，金塘海底隧道的长度和规模都堪称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但真正的难点并不仅仅是它的长度，它位于海平面下78米，承受着巨大的水压。
施工中，盾构机要经历28次软硬地层的切换，时而坚硬如岩石，时而松软如泥土。为此，工程师们专门为盾构机设计了多重改造，在刀盘上安装冲水管道，应对粘土地层，加强核心部件的密封结构，抵御高水压，优化驱动系统，确保长距离掘进的稳定性。施工采用双向掘进模式，永州号盾构机从宁波侧出发，掘进4940米；定海号盾构机从舟山侧开挖，掘进6270米。长度为什么不同？因为地层条件差异巨大，掘进速度并不对称。最终的会师点被选在隧道中段的岩层位置，因为这里有坚固的岩石，才能保证对接的绝对安全。工程团队动用了6颗北斗卫星，配合盾构机的自动导向系统，随时修正轨迹，最终将对接误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还有最后一道难题，盾构机的撤出。盾构机被拆解成无数零件运出，而庞大的外壳则被永久留在隧道中，成为隧道结构的一部分。根据计划，金塘海底隧道将在2026年底贯通，并于2028年随永州铁路全线通车。届时，从宁波到舟山只需半小时高铁直达，舟山群岛将彻底告别没有铁路的历史。或许官方没有明说，但许多人心中早已有一个答案，这不仅仅是一条通往舟山的隧道，它更像是台湾海峡隧道的试验工程。如果未来真的要跨越台湾海峡，这里就是最重要的预演。关于海底隧道，中国的建造技术到底有多厉害？接下来我们以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为案例，与大家进行分享。那问题来了，大海满满的都是水，那海底隧道是如何修建的？中国工程师如何在海平面以下100米的深处修建一条长达6.7公里的海底隧道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接着往下观看。中国工程师们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用盾构机挖掘，但由于盾构机对稳定性要求很高，因此它挖掘的隧道深度远大于设计要求。工程师不得不寻找其他方法来修建海底隧道。他们要在海上建造一座跨海大桥，将香港、珠海、澳门3座城市连接在一起，它就是被称为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工程师最终的方案是利用沉管隧道技术，这个技术就是在海床上挖出沟槽，将预制好的混凝土沉管放置到沟槽中，然后再进行水下对接，最后在隧道四周用泥沙填满。每节沉管长180米，由2个3车道和2个服务隧道组成，重量达到76000吨，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的重量。中国工程师将沉管依次沉入海床进行无人对接，但想要制造180米长、重量高达76000吨重的钢筋混凝土沉管，这听起来几乎不可能。于是，工程师将180米长的沉管分为8段，在工厂中制造完成后，再将其拼接成一个整体。这些沉管共要消耗33万吨钢筋和200万吨混凝土，这些材料足以建造8座882米高的迪拜塔。在无人居住的牛头岛上，3000多名工人正在加紧施工，他们用100天的时间在这里建造一座超级工厂。这座工厂的唯一任务就是生产33根沉管，每个月能生产2根76000吨重的沉管。经过1400多天的努力，所有的沉管已经安装到位。而现在要对接的 E30 是最后一片沉管，当 E30 到达指定位置后，钢索缓慢将沉管放入海底，在沉管下放的同时，上方的工作人员密切监视各种数据。经过26个小时的努力，沉管终于放到了指定位置。接着，潜水员潜入海底，对沉管多个位置进行精确测量，最终确认沉管安装精度完全满足设计要求。就这样，震惊世界的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终于完成了。这不仅仅是一条隧道，而是一种速度，一种精度，更是一种国家的雄心。一位网友这样比喻，人类的智慧就是这样进化的，不断吸收，不断改进。中国就像一块海绵，从学习到超越，这些工程并不是单纯的面子工程，而是让原本够用的东西让它变得更好。有网友感叹道，美国一年花掉1.5万亿美元在国防预算上，却迟迟不肯投资现代化基础设施。请大家试想一下，如果美国能像中国一样把资金用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那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这个画面留给大家脑补吧。
这些大型项目展现了中国的工程实力和雄心，重塑了中国的地貌，连接了庞大的人口。但这些项目的代价高昂，往往不为公众所知。这些大型项目的建设往往涉及大规模征地、森林砍伐和当地社区的迁移。这些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巨大，造成空气和水污染、栖息地破坏和气候变化。最近的例子包括三峡大坝，它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改变了长江的自然流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它引发了参与国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担忧。虽然这些项目承诺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们往往以牺牲社会公平和人权为代价。这些项目的建设导致了强制拆迁、压制意见和剥削劳工。这些项目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引发了人们对其社会和伦理影响的担忧。也有人说，中国的崛起是历史长河的必然。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第一，只是沉睡了一段时间。如今，它正在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建设的血液，他们已经建设了几千年，如今仍在建设。对于中国人来说，宇宙才是极限。从跨海大桥到海底隧道，从高铁网络到超级水利工程，中国一次次刷新着人类工程的极限。它们不仅是钢筋与混凝土的堆砌，更是一个国家雄心与智慧的象征。当然，这些超级工程也引发了世界范围的争论，有人赞叹中国的速度与执行力，也有人质疑背后的社会与环境代价。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中国已经用行动证明了，未来不是等来的，而是建出来的。中国一次又一次突破人类工程的极限，他们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但这还只是开始。中国的超级工程是人类文明的新篇章，还是另一场豪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下期影片再见。